今天这一期就针对于这个新浪娱乐以及他的前经纪人发表的一些言论，再进行一个推断和解读，还有他的第二关，以及现在又多出了一个第三关。这个第三关甚至比以前所有的料都会更加严重，这个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也相信也完全出乎了资本的预料。好吧，大家都知道，最近我解读这个子瑜的事情，然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当然与之而来的骂名也出来了。你们现在随处可见的到处都是黑我的，那么到底是谁在黑我，哪个水军在黑我？我相信你们但凡是聪明人都能想得到，无所谓，因为有些东西出来之后流量特别大的时候，就会触犯到某些人的利益。我不用你们爆料，我把我所有你们的那种骂我的料，我自己先给你们爆一下，好吧？关于我自己的，第一，解释，王导你是个假导演，我100万以前的粉丝我已经解释了无数回，今天再解释最后一遍，我是不是个导演？你们去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虽然我不是什么很知名的导演，我没必要拿着这个东西来去招摇撞骗，我王者达做人从来都是磊磊落落、坦坦荡荡，好吧？第二，王导，你现在就在蹭流量，蹭流量，你就是直播想卖火箭赚钱，你就是个小丑。是我每一条视频我都在说过，我做的就是这个，我导演我活不下去了，我没戏拍了，你总得让我活着吧？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财之道，这就是我的生财之道啊。我得挣钱呀，我当然要博眼球、博流量了。现在所有做自媒体的人，谁不在博眼球，谁不在博流量？难道我讲一些冷门事件，你觉得有人会听吗？我当然会讲最热门的事情，但是你知道我有多辛苦？就拿子瑜这件事情，我3天熬大夜，我都没怎么睡觉。说句难听的话，到目前为止，子瑜目前从一开始爆料到现在，我是不是95%基本上都是推测准了？很多人说王导，你粉丝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看看我以往所有的视频，我永远都站在一个公平公正，我不偏袒任何一方的这个角度，客观的去评论这件事情。还有王导，你直播挣钱，我当然要挣钱了。我不挣钱，难道我是做公益吗？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公益。了解我的老粉都应该知道，我是我们家第5个孩子，我爸我妈都80岁了。我从这2年刚做自媒体，有点小收入之后，才刚刚带着他们满足他们的愿望，去带着他们去旅游。今年刚到了重庆，但凡以后他们你说生点小病，我怎么办？我不挣钱，你让我告诉我怎么办？所以我每一条视频我都坦坦正正的告诉大家，从我做自媒体第1天，我从来没有藏着掖着过。我说我做自媒体就是为了挣钱的，我们做导演没有活路了，我要挣钱，有毛病吗？现在明星都在直播带货，你怎么不去指责他们？上市公司老板也是在直播带货，你怎么不去指责他们？指责我这样一个没有出路的小导演？而且接下来的每一场我还会带，有能耐你也去带货，你也去挣钱，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总比你那寸3寸不烂之上网上倒乱喷别人这个来的更实在一点。挣钱归挣钱，但是我挣钱挣的方方正正、明明白白、坦坦荡荡，我无愧于心。当然了，我说这些有些人还是不接受，你爱接受不接受，我反正山东人做人做事就是这样，我已经把我最真实的感受、最真实的想法已经表露出来了，以后再有黑的，我以后也不再去管了。还有一点就是，我本来不是做演技盘点的吗？任何一个明星我都会去讲，只要有热度我都会去讲。然后前2天有一些水军说王导我黑诚意，所有听过我直播的人都应该知道，我直播大概有1年半到小2年了，我从头到尾我黑过诚意没有？所有听我直播的人，你们可以留言告诉他们，唯独是说关于那个巨富山海的事儿，因为那个出了那个事大家都知道，我有说有可能播不了，就因为这件事说播不了，就说我在黑他，到底是谁？哪些水军在拉这个节奏？所以我没必要再去解释。常听我直播诚意的粉丝伙伴们应该是了解我的，我没必要再为这个事情再做任何解释。对不起啊，我今天那个心情有点激动，因为没办法，人都是有脾气的。因为你真不知道我的留言里面有多少人把我骂成什么样，把我们家祖宗18代都给我扒出来，这我爸妈去死的都有，我能不激动吗？好，我们接下来还是接着来分析这个。先说第一个，至于这个新浪娱乐的事情。之前问我说，新浪娱乐为什么要发这个声明？我看了这条声明，它基本上都是转载以第三者口气，他说转载前经纪人的话说，他不会承担任何的责任。我个人推断，仅仅是吸引一波流量而已。因为大家所有人知道，新浪之所以现在还风生水起，其实靠的就是明星的这点料活着呢。很多人问我说，他这个到底权不权威？你听名字也能听得出来，是新浪娱乐。如果说是一些官方媒体，你比如说什么新闻，这个才说明了官方媒体的态度。所以我个人推断，新浪娱乐仅仅是推波热度而已，好吧？那么第二，关于他前经纪人爆料的这件事情，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我是不是说我之后没有什么更劲爆的料出来了？有的话仅仅是这些编织磨叶。你看这2年爆出来的全部都是以前发生过的一些小编织、小磨叶，那么对子瑜本人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反而现在就像我说的，从上个视频说的，因为资本已经赌赢了，那么已经开始为子瑜的工作开始铺路了。所以你看昨天他的音乐新歌的热度榜排行第1名，现在慢慢的也开始搞黑，以及慢慢的开始什么？开始洗白。所以你能看到子瑜的粉丝陆续的在网上开始涨了。那么前经纪人这篇爆料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立直男人设。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儿是不允许耽美剧的，不允许耽改剧的，不允许耽美剧，也更不允许那个什么。所以这仅仅是为子瑜以后发展洗白的一个策略而已。接下来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洗白的、公益的、演唱会的、
相信我，陆续的包括作品的都会去推出，但前提条件是站在他不塌房的情况下。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子瑜到底有没有出轨这件事情，很多人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是不是真的。首先我上个视频已经说过了，就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已经不重要了，对资本来讲不重要，因为他已经赌赢了。子瑜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你相信我的判断，关于几个嫂子的问题都不会做任何的回应，有回应仅仅对以后的告黑有可能会回应，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回应。为什么不回应？我一并说了吧，因为按照我的推测，那个梨也好，那个奶黄包也好，推测啊，应该都是局内之人。如果声明了的话，那么这等于说局内人的内讧，总有一方会负所谓的法律责任，所以不会去那个什么。所以我现在有大胆的一个推测，因为从上个视频我推测奶黄包乃是局内之人，现在印证了我这个想法更加的可信。我今天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奶黄包甚至有没有跟子瑜真正谈过，我都是持有怀疑的态度的。但是那个梨那个女孩应该是真的，好吧？那么还是那句话，子瑜目前为止还没有塌房，等待他的还有第二关，甚至还有刚刚我说的又有个新大患，就是第三关。第二关就是风口的问题，我说过这个问题，没看懂的可以看我前几个视频，具体那期我都忘了。资本都未必有胜算，那么这次到底能不能赌赢？所以这个有一定的运气成分，没办法，想成为顶流明星就是这样，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接下来就看子瑜的命了。还有就是第三关是让我最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你们竟然跑到北大，有些人去在那儿胡说八道，到底是哪些人？当然分两方面，我觉得都应该有，一是一些脑残粉为自己的偶像打抱不平，二是有一些竞争对手，这是局外的另外的一帮势力，真正想把子瑜排在沙滩上的人，他们是雇的水军，是跑到那儿去在那儿胡说八道。当然，那么具体是他的脑残粉还是水军，我个人推断应该都会有，我更倾向于是水军。至于你们怎么看，可以评论区留言。通过这件事也跟所有这个子瑜的粉丝也说一下，以后不要办这种纯傻的事儿，这个事情很严重，严重到比之前任何一个爆料都严重，甚至是几倍，给他100年级的这种最高学府。你这毕业都什么人，知道吗？我的话只能点到为，我就不方便说了。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让某些人不高兴，一夜之间他就可以塌房，而且永没有抬头的机会。很多人问我说，那接下来这个怎么办？没得办，这个只能赌运气，连资本都没有办法，只能赌运气。那所以接下来子瑜到底以后的发展会如何，我们只能听天由命，包括他自己，包括资本都要听天由命。好吧，你也看得出来，我现在录的时候我的手都是颤抖的，刚才真把我给气着了。关于子瑜和田的事情，我都会持续的去关注，我还会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解读。跟大家说一下，我不是神，有可能也有猜错的地方，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还有没有给王导点关注的，记得给王导点关注，谢谢你们。